第129章，范冰冰来电，老黄一定要出海，我只能向公司请假。在我们这样的公司，请假是件很稀罕的事。高燕问我什么事儿，我说有客户请我出海玩。高燕笑道：出海玩，那是不是还带会所嫩模啊？我说是啊，那肯定的，标配。滚蛋，你真当自己是跟从啊？很显然，高燕不信，不过假还是给我批了。说句心里话，出海我心里真有些打鼓，主要是我觉得和老黄还有方小华这些人我玩不起。还有就是我本来只是个穷屌丝，跟他们玩我要戴面具，需要装，这很累。当天晚上，我准备行李，听到 QQ 滴滴的响，我一看是个女孩子，头像在闪，我点了一下，对方的昵称叫结局，我有点想不起来是谁了。陈总，你明天出海玩？好尴尬，叫我陈总，又问我明天出海玩是谁啊？郑小军肯定不是，因为郑小军的 QQ 我太熟了，我们经常聊天。我犹豫了好大一会儿，打了2个字，你是？对方回复。陈总贵人多忘事，广州的事儿都忘记了吗？我脑子里轰一下想到了一个人，难道是范冰冰？我没有回复，他的信息又来了，果然是范冰冰。在广州我们有过很亲密的接触，但是那之后我们基本相忘于江湖了。我以为我们应该不会再有联系，因为最近在播的那个 XX 青春爆火，不出意外范冰冰这一次应该赚得盆满钵满。对他们艺人来说，一部作品的火爆意味着身价的倍增，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以后能得到的资源更多。娱乐圈的浮夸会因为这一部作品而无限放大。方小华说，凭范冰冰的团队，这么作品之后，公司给她的定位是国内准一线的女星。范冰冰火了，按照正常的套路，她应该会很在意过往的事情，她都应该屏蔽拉黑才对，怎么还主动给我联系呢？我跟她说抱歉，因为加了 QQ 一直没有联系，所以刚才脑子出了短路。她又问我是不是出海，我说可能去，但是还不清楚。方总想去，我不一定有时间。她回答了一声哦。一看这个回复，应该差不多是把天聊死的回复了，便没准备聊了。而我电话恰在这时候响了，我接电话，听到电话那头范冰冰的声音，陈总，哎呦，你好，大明星好，没有想到你会给我打电话。范冰冰咯咯的笑，我一直都忙，我也知道您很忙，这不刚刚忙完，最近恰好有点时间便联系您。我说你太客气了，我们年纪差不多，不要用您更好。那我就不客气，你是不是在深圳？我说是，他就道，我们一起吃顿饭方便吗？我请客，感谢你对我工作的支持。方总都跟我们讲了，说如果不是你拍板，黄总不会投钱，我们的 XX 青春就不会存在。我真的觉得尴尬，因为我是个什么人，我自己太清楚了，我什么也不是，却偏偏要被误认为牛人，这不尴尬吗？我很想拒绝范冰冰，于是道，范小姐，你现在的身份不一样了，估计住的周围全是记者，你要露个面，狗仔队都跟在屁股后面排，我看咱们吃饭就算了吧，为吃一顿饭闹绯闻不划算。范冰冰道，你放心吧，我们公司在这一块太有经验了，我住在丽思酒店，这里顶楼刚好就有一家米其林餐厅，您到酒店楼下，我们有工作人员直接接您上来。范冰冰诚意很足，我就不太好拒绝。丽思酒店我没有去过，号称是深圳新建的超5星，地址恰好就在福田区，顶楼的餐厅视野一般，但是装修很豪华。范冰冰戴着墨镜坐在餐桌旁，美貌和气质真的是出类拔萃。女人的魅力第一是气质，范冰冰不仅貌美，气质现在又上了一层，对男人来说吸引力当然更大。我看到她，就想到了那一天我们在一起的情景，脚下的感觉就有些挑。她站起身来，冲着我招手，特别的热情。我大煞风景的想，如果她知道我今天早些时候一直跟一帮挥汗如雨的底层业务员打成一片，她会是什么表情呢？也会如此热情，如此礼貌吗？我觉得还是不假设了。人生如戏，何必什么事情都要想的那么实在呢？虚虚实实，真真假假不好吗？在深圳这样的城市更是如此，人人都戴着面具，个个都有伪装。如果大家都把面具撕下来，都把伪装卸下了，那该是个什么可怕的场景，简直不能想象。我和范冰冰面对面的坐着，可以看到深南大道上川流不息的汽车，我不知道说什么，所以比较寡言，基本都是范冰冰在说话。她跟我讲，因为 XX 青春这部电视剧拍得好，目前她的状况改善了很多，本来她准备趁着这个机会去上海或者北京的，但是方小华竭力的挽留她。另外，她在广州也待习惯了，所以暂时考虑还是在南边发展。她问我这样行不行？我说你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娱乐圈的事情其实我一点都不懂，我当初给你的建议只是我的一种认知，具体要怎么办要根据自己个人的情况来分析把握。我问她，范小姐，你在娱乐圈混，你想要什么？你要赚钱还是要其他？她愣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扑哧一笑，陈总，您总是这么犀利睿智，一个问题直接问得我哑口无言。我哑然失笑，心想我问你要什么，这就是睿智犀利吗？然后我又想，
我问的这个问题，可能不只是范小姐，我们很多人都回答不了。我们活着为什么？我们每天奔波劳碌，每天慌慌张张，每天匆匆忙忙，图的是个啥呢？对我们这些穷屌丝来说，就是为了碎银几两。但是对范冰冰这样的人来说，他已经有了那碎银几两，他还图啥？他道：陈总，实话跟您讲，我入行给自己定的目标是要成为顶流，我想自己能成为这个行业最顶尖的人。我笑了，说顶流也就是掌握更多钱财，拥有更响亮的名声，也还是名利两样东西。既然你要图名利，那肯定就要有牺牲。你离开广州与否的判断，应该是基于这个来判断，而不是其他。